粉彩魁凤纹啊，这魁凤首先魁凤这个纹饰最早出现在咱们这个上古青铜器上面，魁凤很早。对，很早。然后咱们这是2尾为凤，3尾为凰啊。这个凤的话，这个凤可以看出它是一个3尾凤，这凤是女性的一个凤，所以说在古代的话，它也是女性，主要是女性来用。那这个是不是古代一些非常有身份的人来用？绝对得是贵族才可以用这样的碗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魁凤的话，它跟咱们平常的凤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从青铜器上演变过来的。像青铜器上的凤，因为青铜年代啊，它这个战事比较多，它很多的这种纹饰都是去警示别人，它并没有什么很吉祥的寓意啊，都是一种警示，咱们要珍惜生活，咱们要每天要防御好。然后这个凤的话，咱们可以看出，就是它跟咱们清代这种凤，就一般的凤那种温顺的是没法比的。其实它有点像这个海参，就很形象的说海参，因为咱们有很多的藏家都是比如00后这种，然后多一些这种比喻跟沟通，我觉得大家会理解的，就一下能把它给记住。是的，印象也深刻了。对，这是3只凤，3只凤的不同的颜色，3只凤不同的颜色，而且这个细节，而且咱们中通信的这个征集啊，真的是非常到位。这只碗也是全品碗，没有任何的这个瑕疵啊。像这样的碗，真的在市场上，你最低也得5万，这一件最低也要5万。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网络云端拍卖会都是可以捡大漏的。对。现在有喜欢的朋友就可以出价了，有没有出价的？11000是小程序的朋友，11000还有吗？12000连拍的朋友还有吗？13000小程序的朋友，我们还可以继续。都说3阳开泰啊，这个三凤成祥。是。我们这个款也是大清光绪年制。对，而且像光绪的话，都说光绪之前老说晚清没有什么好瓷器啊，这个是完全不对的。因为光绪的话，大家知道，在光绪早期，就咱们这慈禧老佛爷还没有特别的去掌握朝政的时候，在光绪的上半段时期，还是有很多非常精美的瓷器烧造出来。而且光绪执政应该是34年左右啊，在他的这个他执政时间算是比较长的，在他的这个时代里面留下了很多精美的瓷器。对，这就是其中一件。14000，好，连拍的朋友给到了14000。像女孩子嘛，一般都是比较看颜值的。我觉得这个颜值也很高啊。对，颜值确实非常高，而且它非常丰富啊。这些是什么？吉祥花卉啊，就是那些代表吉祥。对，吉祥花卉啊，真的是很好，也是非常。因为很多纹饰咱们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但是有的时候它这个花画的过于繁缛，就是它就是想代表这么一个15000小程序热烈热闹的这么一个气氛。是，看起来其实也挺热闹的。对，欢天喜地。是，现在是15000还有吗？各位朋友，来15000、16000，连拍的朋友16000，快速考虑，快速应价啊，16000还有吗？16000，马上进入到5秒倒计时了。来，16000，5、4、3、2、17000小程序的朋友17000，在纠结什么呢，朋友？对，光绪都是潜力股。是呀，喜欢的话我们就可以加一口17000，还有吗？来17000，倒计时5秒，快速考虑，快速应价。18000，连拍的朋友18000，还有吗？倒计时5秒喽，5、4、3、2、1，18000，又是一个压倒，这个压的可真准，2万是吗？2万1，小程序的朋友是吧？2万，哎呀，真的是不是故意的？就是卡在最后1秒的时候，2万，来，现在倒计时5秒，5秒钟的考虑时间，快速出价，5、4、3、2、1，好，2万，恭喜，谢谢。下一件清光绪的粉彩富贵牡丹纹碗。这同样是一个潜力股。对，水点7厘米。大清光绪年制，其实咱们这3件光绪如果被咱们同一位藏友拍到，咱们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完整的标本啊，就各个种类的底款咱们都可以看到，是这个大清光绪年制底款，楷书写的非常漂亮，很清秀。牡丹纹啊，大家这个经常看到牡丹纹啊，但是这个碗呢，它是很有特点的，因为咱们知道光绪后期的这些粉彩它比较繁缛，然后它上面的纹饰是比较满的。这只碗一边是粉色的牡丹，一边是这个黄色的牡丹。它留白了。其实咱们知道，比如咱们写毛笔字，就是笔画越少的字，它其实反而越难写。其实笔画多的话，它可能咱们会去藏些丑、藏些拙。对，这个越少越难写。其实咱们比如看之前雍正的碗，它有很多牡丹，它就一点缀就很漂亮。其实这个都有点效仿前朝的感觉。但是咱们从这种配料啊，从这个颜色上比，肯定跟咱雍正爷4爷比不了。但是这只碗在光绪留白，它的艺术性，这只碗是非常高的啊。是的，我能看到这个牡丹盛开的非常的鲜艳。对，然后大朵的盛对大家注意一下品相，这个碗的话，它在口沿处有那么一点点的冲，有一点点内外冲。口沿处，对，稍微有一点，一点点，是不细看看不出来。其实这个就在咱们现在的拍卖里面，算是全美品了啊，微乎其微，微乎其微。对，所以看一下有哪位藏友来选我们这件拍品呢？可以出价了，有没有出价的朋友？没有吗？非常好的一件藏品啊！它就是一个字来形容，就是雅，就是雅。7500是哪儿的朋友？小程序吗？咱们有时候一说牡丹啊，一说牡丹的话，可能会感觉有一点点这个俗啊，但是这个可不一样，这个是非常雅的，是升华8500，升华的牡丹。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牡丹，它其实非常具有细节性的。怎么讲？9000。雍容华贵。您看它的一朵牡丹里面，它是分层，对，有勾勒，黑线勾勒，还有分层。对。比如说白的渐变到这个黄色，然后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叶瓣底部是黄色，对，顶端又是白色。9500是哪儿的朋友？好，一点的朋友9500。对，刚才陈菲尔把这个，刚才陈菲尔把粉彩的所有的优势全部都说的淋漓尽致是吗？真的，确实是这样。还是要多学习。9500还有吗？还有吗？这么雅的一个藏品和拍品。
没有的话，马上就要进入到倒计时了。对，它就感觉像这种经典国画上就摘下的一只牡丹，然后直接就贴在了这个碗上。是的，它并没有抓一大把，对的，就是弱水三千，如果只取了一瓢。没错，如果很多牡丹，其实相反可能会有点俗，嗯，但是我们就只取几枝，让它去绽放，对，哎，这个雅致就出来了。说远点，有点侘寂的感觉。哎呦，侘寂了，现在侘寂风也是很流行啊。对对。来，我们这个粉彩富贵牡丹纹碗，现在目前出价是9500，来倒计时5秒了，5、4、3、2、1。9500，谢谢，恭喜啊！这个真的很调皮啊，这位藏友。没事，一会儿我们可以进入一会儿那个静默期啊，我们好好的去等一等，好好去等一等。好的，现在目前出价到1万了，还有没有朋友自留观赏？哎，越看越雅。对，而且它的细节描绘是非常的到位。刚才咱们陈维尔也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比如这有盛开的牡丹，旁边还有这种含苞待放的牡丹。哦，是的。对对，然后其实还有一朵半开不开的这种，这算是什么花呢？它也是牡丹花。也是牡丹。对，这个颜色橘色。哦，橘色的。对，橘色牡丹跟这个底款是这个相呼应，是有巧思的，是有巧思的。对。现在1万还有吗？而且这种画法的话，这个应该是交织，它是2个这个花的这个花瓣交织在一起，交织牡丹，有缠枝牡丹、交织牡丹啊，这个就算是交织牡丹。交织牡丹。对，而且从这个根茎上讲的话，这个牡丹的话，它是一朵很成熟的牡丹，因为它这儿有这种球茎的这种根枝。哦，哎呦，这么多细节呢。对对对。来，现在1万还有吗？倒计时5秒了，5、4、3、2、1。好嘞。11000是连拍的朋友。对。1点。那我们就再讲一点啊，咱们再等一会儿。来11000，朋友们。对，然后我再说完这个胎啊，我们就马上就要倒计时了。胎的话绝对不是那种很白咱们刚才说雅，整体它都很雅。胎的话也有一些这种豆青色的胎啊，它不是那种特别白的傻白的胎。对。然后这种胎跟这种牡丹的颜色相呼应啊，就显得这只碗会更雅。然后这碗的大小啊，如果咱们奢侈的话，拿回去用，这个是，其实它感觉特别像那种压手杯啊，就一握就男士的手啊可能稍微大一些，就是女士用的话，如果咱们拍照穿这种唐装拍照的话，这是一件顶级的这个配饰。穿旗袍拍照也好看。今天我刚好穿了旗袍，一会儿看能不能跟他合张影。好了，现在11000了，倒计时5、4、3、2、12000。小程序的朋友，有朋友问到怎么拍？首先呢，我们要注册完了之后交纳保证金啊，按照提示和步骤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竞拍了。现在是12000，12000还有吗？来，倒计时5秒了，5、4、3、2、1。好的，谢谢12000。我们看下一个，清光绪年间的青花连托八宝纹盘，八宝纹啊，16.5厘米的。八宝纹，首先咱们看这个咱们屏幕上这张照片啊，我先给这摄影师提个建议，这盘子是拍反了，拍反了呀？对，咱们这个赏盘大家要看啊，它这个莲花呀，应该把它给翻过来，莲花冲上，根儿冲下。哎，是的，是的，确实反了。因为咱们这样的话，这种官窑器啊，咱们在看的时候，它是这么翻过来看，比如这个环儿是正的，咱们翻180度翻到后面，这个图案是正的啊，然后咱们顺向180度翻到后面，它这环儿也是正的，这是一种翻法。还有一种翻法的话，比如是这样，咱们这么翻是反的，咱们就顺向这么翻过来，它就是正的。但是这个是这种侧着翻的。大家看一下，然后里面的纹饰大家肯定非常熟悉啊，这是案八仙轮螺伞盖花过云裳，啊，底下都是有这个莲花托着，这个图案就别提有多吉利了。是的，外面还有这个4朵小花点缀，这应该是梅花5瓣啊，然后青花发色，这是大清光绪，又是光绪啊，又是大清光绪年。这3件潜力股啊，这是悉数登场啊，光绪青花，大家可以看，这应该是一件光绪早期的青花，青花发色。咱虽然说跟这种跟康熙的比啊，说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暗淡啊，但是在光绪朝里面，这样的青花绝对是顶级的。是的，现在目前出价到了11000，还是没有朋友来，我们可以大口加价了。对，而且中间的，比如中间的这个图案，这圈图案，其实咱们可以看看明式家具，它这个比如像这种圈椅啊，它的这个台儿，它有一个造型叫捆门，它是宗教里面的这种门跟开窗的这么一种形式，它把它运用到这种轮螺伞盖花冠鱼肠的中间作为配饰，漂亮啊，合理，雅致，合理。来，现在是11000，还有吗？还有吗，各位朋友？这非常开门啊，非常开门。像这样的，而且咱还得说品相。12000，好，连拍的朋友12000。还要说品相，品相的话全没品，真的是全没品。是的，我看有朋友说我刚才出了13000，怎么没有中拍呢？可能是倒计时结束了。您是不是没有在我倒计时的时候把这个价格出来呢？所以其实倒计时的时候就是您最后出价的机会了，一定要快速考虑，快速出价。好，现在13000，现在是12000是吧？12000还有吗？还有没有加的？没有的话，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倒计时环节了。13000，小程序的朋友给到了13000。这个大家肯定可以照着5万来叫啊，这个是啊，咱们这个真是拍的确实是啊，咱们可以大口叫价，大口叫价。对，现在13000，看着心疼。14000连拍的朋友给到了14000，清光绪青花连托八宝纹盘啊，现在是目前出到了14000，还有吗？来14000，马上进入到倒计时了，5、4，15000小程序的朋友出到了15000，全品吗？全品，必须是全品。是的，我刚才说了2遍是全品，就是非常难得，因为瓷器，
就光绪到现在100多年，每件瓷器能有一个全品的品相，那真是也是造化，真是造化。因为它在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年代里面，它经历的事情是非常之多的。是的，它能完整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真的是一种缘分。如果您能把它请回去的话，那这真的是又是一段美妙的缘分啊。是，我们这个汇通这位朋友，您如果在我们竞买的过程中出现了任何问题，可以私信我们的后台去详细的问一下。现在是15000，马上进入到倒计时环节了。来，5、4、3、2、1，好，15000，恭喜您。来，我们看下一件，是一个轻晚期的胭脂红釉观音瓶，哎呀，真漂亮。对，胭脂红釉，胭脂红釉它14厘米，对，也是有款的雍正年制。对，然后可以出价了，各位朋友。我强调这个是1万轻晚期啊，这个是轻晚期，但它并不是雍正年制，这应该是一个寄托款。哦，寄托款，寄托款，轻晚期胭脂红釉观音瓶寄托款。然后这个胭脂水啊，胭脂釉，它这个创烧是在康熙创烧的。11000，然后它的特点就是什么？胎体是非常的薄，然后呢，胭脂水的颜色是非常的娇艳啊。然后观音瓶是咱们这个古代非常这个经典的一个器型啊，观音瓶。然后寓意也多，而且摆在哪儿的话都是很精神的这么一件器物。然后这上面其实我最关注的点就是它这个云南省文物商店的这个签儿啊，这个等于是又给它打了一个保险啊。然后底下的话这是一个印章款啊，雍正年制啊，雍正年制的印章款，东西很雅。这还应该是有一个配套的底座，这是等于是没拿出来，但是应该是有没有？有没有底座？我忘了，那是没有，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来1万，哎，有，哎，有底座，还确实是有一个底座。我印象中是有一个底座。哎，这个底座再配上，对，感觉又不一样了。对，底座就不往上放了，因为不太稳，咱们这转盘，咱们就单独这样看就可以。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也是有图片的。目前出价11000，还有吗？对，底座也是一块料抠的红酸质。还有吗？没有的话，马上要进入到倒计时环节了，各位藏友们，11000，倒计时5、4、3。好，连拍的朋友12000。对，像这种胭脂釉的这种瓷器，其实是它也是非常难烧的，这里面是得加本金，不掺金它没这么亮。听这个观音瓶这个名字，观世音菩萨托的。对，就其实就是它那幅画里面它托的那个瓶子。不过这种呢，一般它脖子这个颈啊稍微短一点啊，如果它长的话，其实咱摆在家里，你从视觉上讲它容易晃，容易不了。所以说这种经典器型的话，是把它优化再优化，把它做得非常成熟，然后现在呈现在咱们面前。原来是这样，都是老祖宗的智慧。是的，是的。现在是12000了，各位朋友们，还有吗？来12000，倒计时5秒，5、4、3、2、1，13000又是1秒。小程序的朋友13000，13000还有吗？对，像这种瓶子，咱们在那个就拍卖平台上查，它市场价基本上都得在45000左右。所以现在真的是拍到就是捡大漏了，13000，来，马上进入到倒计时了，快速考虑，快速应价，5，14000，连拍的朋友14000还有吗？14000，14000，倒计时5秒，5、4、3、2、15000，小程序的朋友15000。其实我们这个空间还是很大，大家可以大口加，但是一定要快速考虑，快速出价。对，咱们不要太纠结，得果断。对的，果断，当断即断。来15000，倒计时5秒，5、4、3、2、1。好的，恭喜您15000，谢谢。下一件，民国时期的胭脂红釉天球瓶，高18厘米，这个我们有款啊。我看慎德堂大名鼎鼎的慎德堂啊，慎德堂咱们在这个咸丰啊，就是慎德堂是圆明园里面的一处建筑啊，当时是咸丰的行宫。他是11岁在那儿生活嘛，最后他走的时候也是在那儿走的。慎德堂的瓷器呢，全是精品，没有不是精品的。但是咱们这件是民国的啊，是民国的。咱们从这件瓷器上看，虽然也是一个寄托款，印章寄托款，但是民国的，同样的话，它的这个造型，经典造型，经典的釉面，天球瓶。10000。好。天球瓶的话，它的这个创烧其实是在明代永乐啊，然后它取的这天球嘛，从天上下凡，就是天上下凡的这么一个寓意啊，就是很吉利的这么一个寓意。然后加上咱们这个胭脂水的这个胭脂红釉的这个釉色，然后咱们这个在民国的瓷器里面，这绝对算得上是一件精品，而且这个它有口沿有描金啊，这个细节处也非常的做得非常满。刚刚老师没说，我都没有注意，有很漂亮，在灯光下面，这圈描金非常的漂亮。对，而且胭脂釉的话，它基本上都是吹上去的，它吹上去的话，它上面会有这种很斑驳的这种现象，看上去非常自然，非常漂亮。其实它的感觉特别像那个撒蓝啊，撒蓝，就咱们讲的是那个雪花蓝的感觉，只不过雪花蓝是青花，咱们这个胭脂的呢，这等于是胭脂釉等于是一种粉色的，它是2种不一样的感觉啊。那现在目前出价是10000，还有吗？如果这个瓶子大家要有一个这个雪花蓝呢，这个要凑一对儿，哇塞，那太美了。对，那了不得了。对，而且这造型非常周正，大家可以看它这个颈是非常的笔直。咱们这转盘是一个测谎仪啊，咱们在它看这种实时转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漂的。对的。所以说这个品相是非常可以说就是非常精美。我不知道咱们这边有没有忌讳词啊，那种极端词不敢说啊，它非常的周正。是的。对。现在是10000，还有吗？各位朋友，拿回去插花也挺好的。像这种4万到5万是没有问题的。好，1点。还有吗？其实很多的民国的时候的瓷器是被忽略的，但是也是会有很多精品。对，每个时期都有精品，而且很多瓷器咱们买回去之后欣赏升值是一方面，然后它的文化价值其实也是一方面。是的，比如咱们有一件民国的，咱们有一件民国的胭脂红，然后咱们有一件这个雍正的胭脂红，这2个一比，大家瞬间从见物可以到顿悟啊。
大家可以直接就是自己会有很多新的这种感受。是的，刚刚把我们这个清晚期胭脂红油观音瓶拍下来的朋友，有没有考虑我们这一件民国的对胭脂红油甜球瓶？还可以凑一下。好事成双。还有吗？目前是12000，把13000是哪儿的朋友？一点的朋友现在是出到了13000，还有吗？来，倒计时5秒，13000，快速考虑，快速应价，5、4，14000零拍的朋友给到了14000，倒计时5秒，5、4、3、2、15000，一点的朋友吗？一点的朋友现在给到了15000，15000还有吗？大口加，快速的应价，15000，倒计时5秒喽，5、4、3、16000，小程序的朋友现在给到了16000，16000还有吗？来，16000倒计时，5、4、3、2、1，16000，恭喜，谢谢。我们看下一件，明嘉靖的青花梅兰竹菊文玩一对儿啊，是一对儿的，尺寸是8.9厘米啊，8.9厘米。对，明嘉靖，明嘉靖乘以2，明嘉靖。刚才咱们第一对杯子也是明嘉靖啊，这个也是明嘉靖。对，上面的话咱们说是这个梅兰竹菊啊，四君子都聚齐了。对，这个竹无反侧啊，没有开合啊，然后这个松针成团啊，这个表现的非常淋漓尽致。然后碗芯的话是内外啊，内外都有功。碗芯的话是这个太湖石，还有这个竹子跟这个兰草的点缀啊。这杯子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然后大家注意这个品相，口沿处的话还是有一些爆釉，但是都是在这个合理范围之内啊，合理范围之内。它有爆釉，但是没有冲，这个品相还是非常好的。对，而且它这种杯子的这个上口沿、下口沿部分有这种双钩的形状，把它圈起来，其实它更像一幅展开的水墨画。它从这种布局上的话是非常漂亮、非常合理的。而且明代瓷器的话，咱们看它这种画风，它跟刚才咱们比如看的这种康熙的这种画风，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的，它是比较粗犷，它是比较直白啊，因为可能也是跟他哥哥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哥是正德嘛，他哥不想当皇上，给自个儿封为将军嘛，然后到他这儿又信道教，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性格，我感觉就从咱们这种历史观点上讲都是很洒脱的。是的，所以说反映到他们的瓷器上，感觉就是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才是咱们真正要去关注它的这个点啊。那个有朋友问说是康熙仿吗？仿康熙吗？不是，这是明嘉靖本朝的，明嘉靖本朝的这个杯子，它不是仿的，本朝本代。这个慧通朋友是微拍堂，您的出价是遇到了问题是吗？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后台私信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因为我和石老师要给大家讲解，我们在这个台前是看不到我们后台的一个出价情况的。对，有问题私信。对，还有一点就是杯子，咱这杯子都是成对儿的，这个就更难能可贵啊。咱们经常说好事成双，这句话说出来容易，但是能做到是很难的。这一对杯子，哎呀，真是很难得。是的，所以现在有没有出价的朋友？这个刚才这对明嘉靖赤龙杯啊16500。刚才拍到赤龙杯的这个朋友啊，您可以再想一想这对杯子。对，因为这两对杯子它的这个表现，就是它的这个青花的这个画风的表现都太直接了，就是非常好的一对标本。虽然是民谣，但是非常值得去收藏，而且很实用，这东西用着不心疼。所以刚刚我们第一件拍品青花赤龙纹杯一对的那位朋友还在吗？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一件啊？对，而且要是长期用、长期收藏，给它包个口，这个是非常合适的，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升值空间哈。17000，现在17000还有吗？来，我们马上要进入倒计时环节了，17000。还有喜欢我们这件拍品的藏友们，可以就大口的出价了。对，18000，小程序的朋友给到了18000。对，这可是明代的。是的，明代的，这跟咱们这些清代的也差着小100年呢。是的，18000还有吗？有没有再加一口的？19000，连拍的朋友19000，19000还有吗？19000，这市场价基本上3万5。3万5。现在出价是19000，有没有出到2万？有没有出到2万？2万，小程序的朋友。2万，问一下，有朋友比如说在微拍堂，我看到他出价2万，但是括号里是待拍卖师确认，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我这边看他是那个待拍卖师确认，现在也有出到2万了，现在小程序出到了2万，对，然后他这边遇到了一点问题，可以私信一下后台客服啊，因为我这边也不太懂为什么。2万1，微拍堂是吧？那就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对，回头2万1现在看到了，现在2万1还有吗？2万1，马上我们倒计时5秒了。5、4、3、2、1，好，2万1，恭喜，谢谢。下一个清光绪年间的粉彩娃儿面16型水洗，16.5厘米的。对，娃儿面，娃儿面还带一儿化音啊。娃儿面，娃儿面，这舌头不好都得拌着。是的。然后是这样，这个娃儿面其实它是形容什么瓷器呢？它是形容这个观音洞。桃花洞，不好意思，桃花洞观音瓶，它是形容桃花洞的。桃花洞这个釉色的特点是什么？它都是大斑块，就是这叫陈飞耳，你可能没见过这种桃花洞的这个，是的，这种形式啊，就是它是一个色斑加一个这个色斑，它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一看这件东西，感觉就是现在的这种商场里卖的，就是它是很穿越的这么一种颜色。但是这个娃儿面呢，这个娃儿面它就非常的形象，它比观音洞、桃花洞那个稍微要浓缩一些，它是一个一个色块的。
就像小孩子的脸颊啊，非常形象。所以叫丸面嘛，所以叫丸面丸面啊。然后呢，它是石榴的形状。哎，是个石对，榴。就石榴成熟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这个颜色啊。中间里面这个还是典型的这个叫松石绿。小程序的朋友现在给到了1万。对，底下是典型的这个，里面是典型的松石绿啊，然后外面的这个枝叶，大家可以看这个。哎，这个枝叶颜色也比较丰富啊。这等于是先塑形，然后后贴上的。它这个好在哪儿？这个连接处啊，连接处没有这个，连接处基本上没有爆釉啊，品相是非常好的，品相是非常好的。然后整体的话也是无壳无裂，又是一个全美品。这儿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点爆釉啊，有一点点爆釉，但这都不算是毛病。这种属于其实这就是，这种其实就属于是仿生瓷。12000，是光绪仿生瓷的一种啊，但是这是没有款的。有没有喜欢文房器具的朋友？对，可以来看一看。你看这个照片拍的多漂亮啊！对，这个大石榴，这个咱们这个摄影师老师对颜色的控制还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咱们这些照片跟这个实物的话，颜色的出入都是在90%到95%之间啊，它没有特别的夸张，也没有特别的失色。对颜色是比较写实的。对颜色的调整是非常到位。还有吗？现在啊，13000现在是出到了13000，还有吗，朋友？13000，马上倒计时了，快速考虑，快速应价13000。好，14000小程序的朋友出到了14000，很好，14000。摆在书房也很漂亮，送人，哎呀，我觉得也倍儿有面儿啊。对，14000还有吗？14000马上倒计时，来5、4、3，啊，15000连拍的朋友15000马上进入到倒计时了，各位朋友，快速考虑，快速应价5、4、3、2，好，16000。小程序的朋友总是喜欢在倒计时的时候出价啊，有点调皮。来16000还有吗？而且它这个器型的话，比想象的要大一些。我刚开始认为比如这个细，它会比这个要小，但是它其实这个轮廓，包括它这个器壁的这种厚实程度啊，它是很压手、就是很瓷实的这么点瓷器。是的，它要比大家想象的可能要更大一些。对，来，现在目前出价是16000，倒计时5秒，5、4、3，17000连拍的朋友17000还有吗？来17000倒计时5、4、3、2、1，17000恭喜啊！18000小程序18000，压少了18000来。倒计时5秒，18000，快速考虑，快速应价，5、4、3、2、1，好，18000，恭喜，谢谢。下一件，清道光年间的内白釉外霁蓝釉盘，对，这个是21.2厘米啊。对，道光年间有2件事啊，就是这鸦片战争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南京条约啊。就当时感觉这个事儿确实是不太那什么，但是当时就感觉咱们这国力的话应该是衰弱，其实不然，其实当时咱们的国力还是挺强盛的。当时，要不你说要不强盛，谁来给你捣乱，对不对？没错。所以说，咱们反映在瓷器上，同样是这样。这个蓝釉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幽静啊。这正是这个道光它这个蓝釉的瓷器特征，而且从这种底足上啊，底足这种折沿处，大家可以看出它这个釉流动的这种渐变。这种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包括它底足的这种修口啊，也是蚯蚓妹。这么讲究细节啊？那非常，因为单色釉的话，咱们要不说这些细节的话，它就没有细节，明白吗？单色釉主要看就这种细节，而且在这种灯光下，这个灯光还是有点弱。如果在更强的光下去看的话，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傻蓝，比如咱们打印出来的这种 A4 纸这种蓝，它就是一层蓝，它里面会有一些组织结构，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它就像这种玉石啊，这种晶莹剔透，里面有一些棉絮的这种感觉，是可以看到的。它里面是很生动的啊。盘子同样是一件全美品，像这样的盘子，其实它里外霁蓝的是比较多的，像这种里面是这种青色、豆青色，但这种白色，然后外面是霁蓝的这种盘子，相对来说是会少一些的。所以说各位，咱们藏家这件盘子，咱们要多多的留意。是的，好，现在还有没有？有没有出价？有没有出价？清道光年间的内外釉外霁蓝。而且霁蓝釉盘，霁蓝啊，霁蓝的话，它的这个成色其实是古原料的这么一种呈现，它是属于高温的这么一个瓷器，高温釉啊，烧起来的难度也是非常大。好，15000连拍的朋友15000还有吗？16000，好的，16000还有吗？16000小程序的朋友出到了17000，关于证书问题，我们可以私信后台的客服。17000还有吗？来，17000快速考虑，快速应价17000，马上进入到倒计时环节了。5、4、3、2，好啊，18000是哪儿的朋友啊？对，咱们导播老师可以看一下底款啊，如果有照片的话，把底款放上来看。对，咱们这个底款的话，可以看是外方内圆，典型的咱们这种官窑款。大清道光年制。大清道光，其实当时感觉比较动荡啊，但是咱们在瓷器上还是非常的认真，可以看到。是的。因为中国人对瓷器有一种执念，真的是有一种执念。对。来，现在目前出价是18000，还有没有朋友？这样一件拍品，石老师您如果是您拍下来，您会去用吗？会，就这个其实瓷器拍下来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呀？第一件事是把它刷干净。哎，是的。瓷器的话，因为咱们很多人去触碰嘛，然后表面会有一些这种痕迹啊。其实回去之后，第一件事把它刷的要非常干净，咱们再去用手电。其实最好的话是在一个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去阳光下去看，那样的话能看出它里面的真的很多玄妙啊。
哎，所以就是我们这些拍品瓷器，嗯有的人是不是在竞拍的时候或者竞买的时候还会专门去打个光？必须的，必须的啊，然后看一下在光下的一个呈现对，它效果。2种光嘛，一个是咱们这种白炽光，还有一个就是紫光，这2个能看出不一样的这种呈现方式。是的，现在18000还有没有喜欢的朋友啊？我们这个也是有款的啊，大清道光研制，而且品相全美品。对，今天咱们既蓝釉对，咱们这现在拍了，这是第12家，是的这都是基本上都是全美品，也都是可以捡漏的。都是全美品。这件季蓝的价格可高啊，真的是老师们，这怎么也得6、7万呀，这件。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大漏巨漏，这么大的空间，就没有一些收藏家的朋友、一些朋友们，没有人再出价了吗对？18000，马上倒计时了，各位朋友们，来18000，5、4、3、2、1，好，18000，恭喜您缴了一个大漏，谢谢。下一件青道光的青花釉里红花卉纹罐，这个是27厘米，对，跟刚才那个朝代一样啊，同样是青花，同样是咱们这个道光啊，然后是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烧起来这个难度就很大了。 13000，连拍的朋友给到13000，这大家都知道，它要分2次烧，2次烧，第一先烧青花高温，然后再烧这个红釉。红釉的话，就温度高呢，它就飞了；温度低呢，它就黑了啊。所以说它掌握起来是左右都是非常难的。然后这件瓶子上面其实它是很丰富的，是的，非常丰富的内容，有咱们的牡丹花啊，然后这是仙人掌的这个，这个这个是什么呀？看着特别像灭霸的那个水果，但是它不是，它是应该是怎么说一种团花，啊，应该是一种团花。然后这个壶啊，这个壶应该是美人尖啊，因为它2个尖都很平嘛，这应该是一把紫砂壶。对，然后这个是一个，这其实应该是件青铜器，它有一个芭蕉叶的一个长口瓶，芭蕉叶的长口瓶，然后还有一个灯笼瓶啊。它这个画的很拙啊，很拙，就每件瓷器的这个形状，其实有时候大家可以看那个《明清瓷器鉴定》耿宝昌先生这本书，这个这么转看它这些形状，其实耿宝昌先生的那个书里面的那个线稿就是历历在目。是的，看瓷器，瓷之形，瓷之色，瓷之纹啊，但是就是唯独到不了现场的一个事就是什么瓷之重量啊，就是咱还掂它的重量。怎么样？挺重的。不，它绝对不重，因为咱们要对比跟康熙的比的话，它肯定是轻，它是有一点点康的，因为到了道光的时候，它的这个瓷胎没有那么紧实了啊。大家可以看底，它底下应该是会有一些火石红的，大家可以看啊。对，这是它的特点。如果是康熙的话，它绝对是白的啊，就是它大概的颜色是白的，因为它很紧实。这种的话它就有点康。其实这上面有几个点啊，各位老师咱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它开窗，这种梯形开窗啊，这是非常吸引咱们这些收藏者去研究的。它其实感觉这个画片应该是在室外，然后它是在一个亭台走廊里面，然后有这个开窗，再往外面看，然后这个轮廓里面是外面的世界啊。所以这个瓶子不管是从它的器型上，还是从它的这个画面这个构图上啊，首先是值得研究，第二绝对是值得收藏，因为越是这种有点看不懂的啊，它是越值得研究，越值得收藏。这老子说嘛，玄而又玄，对吧？是的。然后这上面还有一个扇形开窗，上面还有人物，哎，真的是。然后顶上面还有这个旭日丁生啊，应该是太阳，然后有荷花，这是16花，还有16，对，这里面有一个3多啊，就是多子多福，那是多子啊，算是。对，寓意也是非常好的。对，荷花嘛，贞洁都开得非常好，枝繁叶茂的，还有牡丹，都是盛开，还有梅花，哎，还有梅花，哎，元素也挺多的，对，也很漂亮啊。然后还有松树，还有这芭蕉叶啊，这个非常丰富。上面我看了，高27厘米啊，高27厘米，内坛也是满施釉，施满釉，这坛是非常大，我刚才说话里面都有回音，给当喇叭了。还有吗？现在当前出价是15000，有没有选的朋友？没有的话，马上要进入到倒计时了。还有吗？很好哎。而且它这个口啊，属于有一点点卷口啊，这种卷口的感觉，其实我个人看卷口的感觉总给人一种那种甜白的感觉。它就有点那种明代甜白。咱们去国家博物馆，因为我属于博物馆体系，咱们如果去国家博物馆的话，去看国家博物馆有一只非常经典的甜白釉的这个梅瓶啊，就是它这种感觉，其实甜是一种味觉，但是咱们从视觉上能看出它是甜白，这是为什么啊？因为咱们的老祖宗的这个文学功底是比较足的，他就能先把这个概念给你搬过来了，这是咱们文化的魅力。这个瓶子，其实咱们从细节上看的话，它真的也是有一点点甜，但是这并不是这个时代的它的一个中心思想啊。但是咱们从每件瓷器上都能有一个自己的感受，这也是咱们收藏的一个乐趣所在啊。没错。对，当前出价15000，倒计时5秒，5、4、3、2、1，好，恭喜！对16000是连拍的朋友，谢谢这位朋友。微拍堂的朋友16000，谢谢这位朋友。然后这件瓷器还真的是非常实用。非常实用，而比如这个要是放普洱茶，再合适不过了。是吗？对，因为你像比如咱们放这种香度比较高的茶，你必须得有一个特别密封好的塞儿，不能泡香嘛。但是像这种发酵茶的话，你其实在上面随便盖一个盖子，它有空气的接触，它会发酵。放点什么老班章啊？班章都是顶级啊，班章为王，一武为后。是的。16000还有吗，朋友们？来16000进入到倒计时了。对，这完全可以再往上整2口啊。是的，不用太纠结。来，现在16000，快速考虑，快速应价，5、4、3、2、1，好，恭喜，谢谢。下一件明正德的金花缠枝连纹梅瓶，高25.5厘米啊。对，这是咱今天算是一件这个明星产品，今天咱们的主打产品。是的。非常典型的明式梅瓶的风格啊，就是明式梅瓶风格，就是在我的个人看法里面看，就是它比较可爱啊。
17500，比较可爱。而且这个瓶子难得之处在于它的这个高度啊，它的整体它并不是特别大。其实一般的明代的这梅瓶的话，要比它更大一些。刚才咱们讲了这个前面这个杯子啊，都是嘉靖的啊，这个轮到他哥了，正德啊，正德皇帝就是想当将军不想当皇帝的将军啊，是个好皇帝。然后呢，他的这种画风啊，咱们在明代可以看，像一般清代的这种画呢，他就画得很密很繁缛。但是大家看这个勾联，就是说它这个连纹跟这个花画的，它就感觉像怎么说呢？一个比喻就像天上的星星啊，它都是很闪烁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每个星星都有自己的亮点，但是他们互不干涉啊，都不会挡住彼此的锋芒。我觉得这个也是18000连拍的朋友，明代瓷器它有这么3个比较庸俗的字儿来形容，叫傻大明。其实从这件瓷器上，咱们可以看到这一份傻大明的质朴的古拙的可爱。19000，小程序朋友给到19000。然后在这件瓶子上可以展现的淋漓尽致，淋漓尽致。而这瓶子它是比较小的啊，藏友们，瓶子比较小，然后重量也非常对啊。然后底部的话也是挂釉，底部挂釉。有没有再加一口加到2万的？这件19000。对这件瓶子，咱们藏友们一定要多多关注。这个可是明星产品，明星开品。大力关注。我个人的话是很喜欢梅瓶啊，很喜欢梅瓶，因为这个器型太经典了。就是宋代，我觉得在宋代、金代的时候，梅瓶算是非常怎么说呢，很流行，因为它最早是装酒，武陵城外崔家酒，天上应有地下无。然后这都是属于吉州窑，当时也做梅瓶的。所以说各个窑口、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的梅瓶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家里面如果有梅瓶，咱们有一个明代的，有一个清代的，有宋代，有金代的，这个梅瓶摆在一起，咱们整体去看。如果家里大，可以办个展，因为你把它凑成一套的话，你去看，你自己都会很感动啊。因为有的时候，比如咱们还是博物馆体系，比如有时候咱去博物馆到故宫，他会把各个朝代的瓶子给你码一排，然后你会一下会参透很多事情啊。是的。价格怎么样？就我们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爱好，可以就像石老师说的一样去集一下，就像集7颗龙珠一样，集一下，看看集齐了能不能召唤神龙。对，而且今天有一个词儿我都一直没好意思说，就是丰俭由人。我本来想劝着点大家，但是今天我真的得劝大家踊跃出价，真的，因为都是好东西啊。来，再加一口，加到2万的有没有？好，连拍的朋友加到2万了，还有没有再继续加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明星拍品。老师在那个时期，像这种缠枝有没有什么寓意？为什么有很多就是缠枝类的？缠枝类其实是当时用的非常多的这么一个这个花卉纹啊。其实它的寓意，所有的寓意都是吉祥富贵纹，但是这个纹饰啊，就是所有的画工老师画这个片儿，他是最熟的。有一种画呀叫画，有一种画叫画活。比如说他这一只手啊，他是拿着1、2，再拿一根笔，3根笔。这3根笔呢，它的粗度不一样，有的是填色的，有的是画画的。是的。但就这个缠枝莲而言，就所有的画师会把它画得非常的自然。3根笔，比如这手跟人聊着天，这手吃着饭，这手这瓶子就出来了。所以说咱们看这瓶子，你看它这些纹饰飘逸，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人在画的时候他很开心。是的，是的。包括我看这个枝，有的地儿粗，有的地儿就细了。对，这就贴近自然了。是。其实这个瓶子的话，从这种感受上，这是我的感受。你呢会有你的感受。这个就是与古人对话的这么一个。对，1000个读者，1000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见解。对。当前出价是2万，还有没有？马上进入到倒计时环节了。5、4、3、2，2万1。小程序的朋友，是不是听石老师讲解听进去了，忘了出价了？咱们一边听讲解一边出价啊，不耽误我。2万1还有吗？对，刚才讲的这些也是有感而发。是的。这就是历史没有真相，它只残留一个道理。这个道理的话，咱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对的。但是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道理，这个收藏它才会有乐趣。是的。得有争执啊。2万1还有吗？2万2是连拍的是吧？好，连拍的出到了2万2，连拍朋友出到2万2还有吗？青花缠枝连纹梅瓶，25.5高25.5厘米。现在多少钱？2万2。2万2。这件咱们高低得2万5。咱们再大口的来一下。对，我这交价可能有点俗啊，但是真的有时候看着就是不着急不行啊，这有感而发，有感而发，确实好东西。它需要一个配得上它的一个价位。对，而且刚才讲的梅瓶，确实各个朝代的时期的梅瓶，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对的。而且像这么大的梅瓶确实不多见。其实，在各个博物馆里面，它那种怎么说呢？这种标准气是比较多的。但是像这样的瓶子确实不多见。对，也算是比较稀有的了。还有没有？现在是2万2，还有没有2万3？小程序的朋友给到2万3，还有没有？来，我们快速考虑，快速应价2万3，马上进入到倒计时了，各位朋友们。2万3，2万4连拍的朋友现在出到了2万4，2万4还有没有？有没有2万4？还可以继续再加一口2万4。来，倒计时5秒，5，2万5。小程序的朋友给到2万5，2万5还可以继续加，还可以。咱们这个刚刚突破它的底线，真的，刚刚突破底线。是的，来2万5还有吗？2万5，倒计时5秒，5。连拍朋友给到了2万6，2万6还有吗？2万7。小程序的朋友给到了2万7。哎，现在大家后犯劲儿了啊！对。2万7，来，我们继续，还有吗？2万7。也感谢这个张先生把我们的直播分享了出去。如果各位朋友觉得我们的直播还是比较满意，那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没有加关注的朋友可以加下关注。目前我们出价给到了2万7，还有吗？明正德的青花缠枝连纹梅瓶2万8，连拍的朋友给到了2万8，还有吗？我觉得3万没有问题，再来加一口吧。对，这个我觉得各位藏友都有这信心。对，直接来加到3万，没准这就是您的了啊！咱们就加一大口。现在目前2万8，倒计时5秒，快速考虑，快速应价，5、4、3、2。2万9，小程序的朋友2万9，咱们马上就要3万，马上，我们再来加一口好吗？来，明代梅瓶啊，明代梅瓶。是的，
29000倒计时5秒，而且还是正德时期的梅瓶。没错，正德时期的梅瓶，虽然不是空白期，但是正德皇帝真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皇帝。是的。刚才说过一个想当将军的这么一个皇帝，想当将军的皇帝，对，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是的，好，现在倒计时5、4、3、2。好，连拍的朋友交到了3万，非常好，非常好。来3万，但是3万并不意味着结束啊，3万并不意味着结束。咱们喜欢的藏友还可以继续，继续加，继续加。对，现在3万还有没有要加的朋友？马上倒计时喽。比如刚才这个，咱们拍这个嘉靖的啊，这等于是哥哥弟弟都有了这回。对，把这兄弟俩凑在一起啊。款式，其实从他们的这个纹饰上，大家也可以看出一些不一样，包括釉面，包括它青花的发色，大家都可以看出一些不一样。来，3万倒计时5秒了，5、4、3、2。3万1，小程序的朋友给到3万1，来继续。倒计时3万1，5、4、3、2、1，3万1，恭喜你，谢谢。来下一件，民国的皇帝粉彩佛日长明碗15厘米，这个也是有款的啊。我看一眼啊，大清嘉庆年制。对，嘉庆年制，这个是民国的碗，民国的碗，这算是一个寄托款。我看看它这章，我记得我之前看它这章特有意思，什么？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字看不清了，然后千万不要忘记我。它下面不，这个它没关系啊，它这挺严肃的。它这个底下是这个底下这我就不念了啊，我不知道这个签儿咱们的摄像老师照没照，如果照的话咱们可以。这个签儿有吗？它上面这签儿大家可以给一个，就是对，就是这个签儿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碗呢，它的时期是民国，但是这个签儿就代表了它在一个咱们那会儿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当时应该是被收走了，然后呢后来又还回来。就这个签儿的价值啊，这个签儿的价值在我心里面是比较高的，因为它对咱们近代史来说，它绝对是一个深深的烙印。从这个签儿上面的这几笔字可以看到，就是收这个东西的这个人，他这文化水平应该不会很高啊。但是这个东西从这么一个历史环境中被收走又交回来，它还是全美品，这个就是非常珍贵。可以说这个碗的造化很大，因为像这种碗当时其实基本上有很多都顺着窗户直接扔出去，就这样。因为咱们当时对这个文化其实跟咱们现在的这种体会跟这个爱，它完全是可能是相反的，是不一样的。民国底足它是要往里收，你像之前清晚期，比如清早期，它都是直底，而且这个底儿会比这个稍微长一点，这都是细节。所以说这个民国的特征也是比较明显。然后这个款式的话，它这字儿比较细，外方内也方，其实应该是外方内圆啊，这些都是细节。佛日长明啊，佛日长明的话，它是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它呢是这个供佛礼佛祈福，是在这个佛教活动中啊，它是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贡品，就成贡品的这么一个容器，它有碗有盘子，都是成套的，15000。对，然后咱们看民国时期的瓷器，都说也是画工比较糙，这个青花比较浮啊，不是青花比较粉彩的话颜色比较浮啊。但是通过这只碗可以看啊，没有那么夸张，这个颜色包括这个布局还是很周正的。但是这个也是说明一点，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文化，因为像这种碗都是宫里面它有制式的，就是我让您怎么画您就怎么画，就多一分则治，少一分则愚，就是必须按照这个纲领来画，所以说它多少也出不了。其实就是在颜色上会有一些，然后可能当时的人他的这个就怎么说呢，在民国时候可能它比较混乱的，可能画的时候稍微会糙那么一点，但是整体上的话，这个碗它是具有双重价值的。第一个它是民国，第二这个款儿就证明了它经历过一些咱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是有故事的，有故事的，这绝对是一件有故事的。是的，所以现在当前出价15000，还有朋友吗？他说这个皇帝粉彩佛日长明碗，感觉好像就是佛光普照。对，而且佛光金灿灿的佛光，16000。而且比如在收藏里面，比如这个瓷器收藏是一方面，还有很多这种比如像藏书票这种软片收藏，17000。其实这个就它上面贴的这个标我觉得就能值1000块钱啊，这个太能反映这种历史了。而且比如像咱们当时的贴这个标，这个就是18000，连拍的朋友18000。这个标可以说就是在当时一点的朋友，在当时这个年代贴的。如果咱们现在贴这标，一般都贴到碗里头。因为这个标啊，咱们是这样，如果往下接，它容易这种釉上彩容易给接下来，就不好接，它就不好。但是这种的话，咱们要回去处理，如果不想要这标，一定要把它泡在水里，泡软了，泡软让它自动脱落，并不是说咱们一点回去抠啊，那样的话就不是很好了。你别到时候把这碗上面对给抠下来了。19000，小程序现在给到了19000，来再加一口，加到2万吧，19000。有没有就是有的藏友本来就有这种宗教信仰，我觉得还挺应景的，佛日长明。佛日长明。19000还有吗？有没有再加一口加到2万的各位朋友们？来19000，进入到倒计时环节了，5、4、3、2、1，好，19000，谢谢，恭喜。下一个清康熙年间的五彩人物故事纹盘，21厘米，这个也是有款的。对，大明成化年制啊。对，这个康熙啊写的大明成化年制的款，这款一看就是寄托款，因为大明成化年制的款他写的绝对没这么秀气啊，他是非常固着的，双圈啊。然后呢，康熙为什么不留自己的款？15000，小程序的朋友先给到15000。这有很多故事啊。其实这个他落这大明的话，其实是给咱们汉人一个这个情思的一个突破口啊。第二的话就是他落自己款，因为瓷器在烧造的过程中，它是有很多的成品率很低，都得碎了，就得销毁。这个康熙皇帝感觉带着他款销毁了，他心里面承受不了这事儿啊，有点点迷信的原因，所以说这种寄托款的话是比较多的。这个盘子它的这个重点在哪儿？它这画片儿，我觉得特别热闹。它这画片人物故事，它这画片确实是非常的热闹，而且的话，它的这是灯会还是庙会啊？感觉
觉大家这是要参加还是赶集？对，对咱们那个老师非常准确，把这个盘心儿的这个画面放出来了。这画面有什么呢？它有一只鹤啊，然后有一个道士拿着一把宝剑，真是底下那还不是几，是一剑鞘啊。然后他在训一个人，这个人抱着头，但是他还不紧张。然后旁边的人也不是说是来看这件事情的起因经过是怎么样，反正是这么的一个画片啊。这个画片我还问了一些老师啊，没有老师答上来它是什么画片啊，所以说咱们起名叫人物纹。这件同样是一件值得研究的盘子啊。哦，是的。但是它在它的旁边呢，这个有这个这个叫貔貅花，貔貅花的这种圆的这种装饰啊，然后在圆的装饰里面1、2、3、4、5、6有6个这个细节上看啊，也是有叶子，有这个琴，其实它感觉特别像八音少两音。咱八音比如是叫金石土革，然后丝木刨竹啊，那它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按八仙这些啊，所以说这个盘子里面的这个怎么说呢？它涉及的文化量是非常足的啊。是的，它有建筑，有人物，然后有这些这个花卉，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吉祥纹饰。对的。五彩盘，而且是五彩盘。然后这个盘子的话，就是它涉及的这个知识量确实是非常大。然后咱们的藏友拿回去是可以研究的啊。是的，我回去可以慢慢研究。现在我们当前出价是15000，很有意思。刚刚我没有看到底下，没有看到这个道士他在那个训人16000。然后您一说，我确实发现了。您看他这些围观的人，他们有的人好像就转头再去议论，对。然后有的人在伸着脖子，包括就是都微微的去弓一下身子再去看。哎，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对，然后他这个人物的这个关系，你就感觉这个17000小程序的朋友，这个将要怎么说呢？就爱到训斥的这个书生啊，应该是跟这个主人公啊中间这位男士有点关系，有点关系，衣服也挺像。然后他感觉还是故意吓唬他，他就不是真的要去打他，就有一点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半吓半教育啊这种感觉啊。里面这个好像是他的爱人，然后就装作看不见的。哎，真的是。石老师的解读也非常的精彩，很生动啊，很生动。我们当前的拍品现在出价到了18000，还有吗？其实这件瓷器它里面这个画片，咱们喜欢看书的各位藏家，其实它没准是哪本古籍里面的一个插画啊，一个插图。对，然后咱们喜欢的老师，比如知道的，可以在屏幕上打出来。哎，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对，这确实有点咱们的知识盲区。是的。但是有一点啊，这个轻，然后它寄托款，包括五彩，这个年代这些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是全品。是的。啊，有朋友说是开门货。对，好，那我们现在当前的出价19000，小程序的朋友现在已经给到了19000，还有没有？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倒计时环节了，所以各位朋友听石老师讲了很多，现在要赶紧喜欢的，马上立刻出价了，时间不多了，朋友来倒计时5秒，5、4、3、2、1，2万，微拍堂2万，微拍堂给到了2万，现在还有吗？金康熙年间的五彩人物故事纹盘，非常的有趣儿。我觉得买回去真的是可以找找，看看是不是古籍的某一幅插画，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五彩人物故事，这个是不是也增加了一些趣味性？现在2万还有没有？马上倒计时了，来5、4、3、2，好，小程序的朋友给到21000，来21000，马上倒计时，快速考虑，快速应价，21000，5、4、3、2、1，好，恭喜，谢谢。来，我们看一下。